我只是一只小小的黄金蟒，却意外误食了一株红伞伞，不仅身躯一下暴涨到数十米，甚至还能幻化人形。不料身上释放出的荷尔蒙气息，瞬间就吸引四周无数条雄性蟒蛇，把我围在中间。它们一个个使劲往我这钻，蹭来蹭去，没完没了的献殷勤。怎么办？我是真不想和蛇那什么。趁着这帮公蛇还在那儿争风吃醋，我赶紧找个机会溜出了现场。但我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在这万物复苏闹春的季节里，连路边的草都想找个伴儿。再加上我刚吃那红伞伞，我这身上散发的气味太诱人，方圆几里地的那些单身公蛇全闻着我身上这股子香味，冲着我钻来。这阵仗我真是插翅也难飞。正当我发愁该怎么脱身的时候，耳边突然传出一声冷哼：“蛇皇正在招飞，你快幻化人形。”让我们看看你是否合适。我顺着声音望过去，就瞧见两个长得特壮的男人，他们正分别骑在两条大蟒蛇背上。虽然他们长得是人类的样子，可头顶上长着的蛇冠，还是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蛇。听着这命令一样的说话口气，我心里当即就觉得不爽极了。我立马把身子给挺得直直的，几十米的身躯显得特别威风，看这架势肯定挺吓人的。我猜这两个人也该被吓傻了。就凭你也想命令我？我冷哼哼说道：“就我这大的吓人的块头，放眼整个蛇界，那都很少见。那些本来比我大的大蟒蛇，在我吃了红伞伞后，都变成了小卡拉咪，对我形不成任何威胁。”哼，你若是不乖乖跟我走，方圆数十里的雄性蟒蛇都要过来，到时看看你的精力够不够。这话一说出口，立马吓得我缩了缩脖子，1秒钟都不敢耽搁。我赶紧变回了人类模样，变回人的我看着又娇小了，脸上也挂起了笑脸。好说好说，前面带路，我跟你们走。他们对视一眼，冷冷一笑。忽然，其中一人抬手摸了摸他坐骑的脑袋，那条大蟒蛇立马就有了反应，大尾巴直接冲着我卷了过来，一下就把我给卷到了他背上。就这样，我跟着他俩到了蛇皇宫殿。这地方简直比我想的还要豪华，我真就像是一个好奇小宝宝，东瞅瞅西看看。忽然，头顶之上传来一道充满着威严的声音，我身边站着的两个高大魁梧的男人顿时跪下：“参见蛇皇大人。”这空荡荡的大殿里有个宝座，上面正坐着一个穿黑衣的男人。打量他的长相，简直跟咱们正常人没啥区别，就连蛇族特有的蛇冠都瞧不着，能把人形变换到这种地步，看来这位蛇皇大人的道行真深呢。跪着的蛇人赶紧小声提醒我：“见到蛇皇大人还不下跪？”凭啥要给他下跪？我原本就是个人类，凭啥给蛇族的人跪？我脑里刚冒出这个想法，突然一股大压力冲着我扑来，原本坐在位上的蛇皇一眨眼就冲到了我跟前，他那张脸变来变去的在晃悠，一会儿是人脸，一会儿是蛇头，瞧着那是相当吓人。但我立马反应过来了，我现在好像也是一条蟒蛇，并且我刚刚还吞噬了红伞伞，我也不是一般的蟒蛇，我也很快将自己的舌头给幻化出来。偌大的舌头和蛇皇相比，丝毫不弱。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响起：“为何不跪？”老娘可是刚吞噬红伞伞，修为不一定比你差。我这话刚一出口，旁边的蛇人们都看傻了眼，有的蛇人吓得身子都开始发抖。刚才跪着的那俩男的拼了命的冲着我挤眉弄眼，我全都当成没看见。跟前的蛇皇脸一下就拉下来：“那就让本皇试试你的修为。”转头，蛇皇就在我跟前现出了真身，我一下就看呆了。原以为我这身子能有个几十米，已经算非常威风霸气，哪知这蛇皇的身躯竟然过100米，看着都有点要变蛟龙的样子了。这种时候，我肯定不能认怂啊！我身体也赶紧变了回来。等我彻底现了原形，我才发现个大事，在他那巨大的身躯面前，我真就像个小虾米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觉得要完蛋，大意了，在人家这地盘上瞎折腾，我这一丁点的胜算都没有。一想到蛇皇还要选妃子，万一被他瞧上，那我这辈子可就全毁了。常言道，打不过就赶紧溜。我故意吐着性子装出凶样：“你以为你比我长个几十米就能吓唬到我吗？咱们比的是修为，可不是身体长度。看招！”我佯装一副要发动攻击的样子，下一秒我二话不说，脚底抹油就奔着宫殿外跑去。愚蠢的蛇类，和我们人类相比，你们的智商还差得远呢。一眨眼我就溜出了大殿，我赶紧变回了人形，还回头瞄了那么一眼，看后边那些蛇妹追过来，我才放心下来。正当我自个儿在那瞎乐呢，等我再一回头，就撞上个硬邦邦的胸口，我吓得全身一哆嗦。这人的身体又变回了蛇，可让我完全没料到的是，面前这蛇皇也跟着变回原形，直接就奔着我身上压过来，连个招呼都不带打的。他居然想当众跟我办内事，我勒个去啊！我本能反应，张嘴就冲他身上咬了一口，心里头那股羞耻感都炸了。他疼的一下跟我拉开距离，我赶紧又变回了人类。你不要脸！面颊涌上羞红之色，他也化身成为人形，脸上却是一副义正言辞之色。本皇看上你了，想让你为本皇诞下一名皇子。我当即呸了一声，老娘不是生育机器，凭什么为你诞下一名皇子？他可能没有理解生育机器什么意思，我才懒得跟他废话。跟这种脑子不开窍的蛇说再多也是对牛弹琴。趁着他还在那发愣的时候，我抬腿就想赶紧溜，结果又一次被他给挡住。他直接伸手攥住我手腕：“本皇已经没时间了，本皇的渡劫之日马上就要到了。若是不为本族留下一名皇子，本皇不能安心渡劫。
本皇现在命令你为本皇诞下一名皇子。我一脸茫然之色看着他，能为本皇诞下一名皇子，也是你身为蛇族的荣耀。我顿时感觉胃里翻涌，忍不住想吐。你放开我！你弄疼我了！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我不接受你的命令。我快速和他拉开了距离，他这次倒是没有立即追过来。本皇渡劫如果失败，不幸死在雷劫当中。若是没有皇子，到时候本族会遭遇灭顶之灾。我立即出口道：“这关我什么事情？”我此话落地，蛇皇面色当即铁青了几分。这次还没等他说话，另外一道声音突然响起：“皇兄，既然别人不愿意，你何必勉强别人姑娘？就算本族没有诞生皇子，你的胞弟我也可以继承大统，守卫蛇族的。”我抬头看去，就看到了一架很是豪华的蛇车，之上坐着一个看起来打扮十分贵气的男子，前面是9条骏马拉车，一看此人的身份就不简单。本皇做事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干涉？蛇皇冷声道：“皇兄，你做事自然轮不到小弟干涉，可你不要忘记了祖训，不得强迫天生灵蛇和你繁殖后代，除非他们愿意。”天灵蛇。蛇皇脸上出现疑惑之色：“皇兄啊，你真是渡劫在即，粗心大意。你难道没有发现他额头上有一个印记吗？”这人话音刚落，蛇皇就瞪大眼睛盯着我瞧，大概是发现我脑门有印记，脸色那是变了又变。我瞧见他这副模样，心想看来他是真信了，估计不敢强抢我去生娃了。我心里美滋滋的，瞅了一眼帮我的人，长得确实还挺帅气的，看来我偷吃的那红伞伞真是个宝贝，不然哪能长出灵蛇印记呢？你可愿意跟我一块离开？这人转头盯着我看，还递给我个眼神儿，看样子像在暗示我点啥。我肯定不会乖乖跟他走，他毕竟也是蛇族的。回头我要是真跟他溜了，万一他对我存了啥坏心眼，那我岂不是刚出了虎穴，又进了狼窝？看来你是不愿意跟着本王离开，本王真失望啊。但你是天生灵蛇，皇兄也无法干涉你的自由，你完全可以自己离开。本皇允许了吗？一直沉默没说话的蛇皇忽然说道：“来人呐，将灵蛇留下，好生招待。”很快我就被身后赶来的蛇族团团围住。蛇王看到这一幕，神色微变：“皇兄这是要违背祖训吗？”本皇只是招待贵客，何来违背祖训可说？灵蛇，你是否愿意留在这里？你若是不愿意，本王随时可以带你离开，尽管试试。蛇皇话音才落地，一条100米长的黑蟒就出现在眼前，蛇王也立马变回了真身，是条100米长的银色巨蛇。两人一副马上要开打的样子，他俩现在就跟外边那群公蛇一样，为了抢我搁那争风吃醋。一个是蛇皇，一个是蛇王，身份确实都挺厉害，但是老娘我是个人啊，又不是蛇族的，没想跟蛇生什么小崽子啊。眼瞅着这两位就要打起来，我心里还在不停的嘀咕：快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只要他们打起来，我就可以趁乱跑路。双方手下的人也很快对阵起来，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。怎么还不打？我着急的念叨着，可能是表现的太过了。一道声音很快响起：“你就这么着急我们打起来吗？”是蛇皇的声音。他肯定是想趁乱逃跑，小灵蛇，是不是？蛇王也说道。我心思被拆穿，脸上顿时露出了尴尬之色。你们这话说的，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想法？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，自己的修为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如今还是苟着好点。不管你有没有这想法，本王都打算帮你一把。本王就看不得他行事如此霸道。话音落下，蛇王还真的出手，我心中窃喜。双方很快就大战了起来。打得好啊！我趁机就想跑路，可就在这时候，我脑海里浮现一道声音：“你灵蛇身份已经暴露，若是离开蛇皇宫殿，没有本皇庇佑，你将万劫不复。”我斜着眼瞅了眼蛇皇，他正跟那个蛇王打架呢。我冷笑了一声：“吓唬谁啊你俩？等我跑出去自由了，天大地大，谁也管不着我。”这蛇王也是真够拼命，不停地对着蛇皇下死手。我也正好趁着这时候一扭头就溜出了现场。我压根就没敢停下休息，整整跑了一个通宵，直到天亮以后，来到了一处小溪旁边，我这才敢停下喘口气。变回人的样子之后，我低头喝了几口凉水，照了照水里我的倒影，看这身材确实挺娇小的，脑门上还真有个小印记。跑这一宿真给我累坏了。瞅见旁边有一棵大树，我就爬上去打算歇一歇，也不晓得睡了有多久。我醒了之后伸个大懒腰，肚子饿了想找点吃的，可就在这时，我瞧见河水的颜色都变红了，看着跟血水一样。我这心里也是挺好奇，顺着河岸往上游走去。没多会儿功夫，就看见条大银蛇倒在雪里，它瞧着像是快要没命了。蛇王？谁？那银蛇晃了晃大身子，可就是爬不起来了。我没敢直接露个面，银蛇就那儿躺着不动，可流出的血是真不少，我也能感觉得出来。他喘气的劲儿越来越小，难不成昨晚跟蛇皇打架，他是彻底给打输了呀？还带着重伤躲到这儿吗？是你吗，小灵蛇？忽然银蛇的声音响起，我心中一阵紧张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你身上的气息，
我能感知到。我听到这话，却还是没现身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被皇兄重伤，活不了多久的。他说话的声音特别虚弱，我听见这动静，慢慢悠悠地走了出去，看他浑身到处都是血，样子真是惨兮兮的。寻思着他昨晚上可能也不全是真心帮我，但从明面上来看的话，确实给我腾出逃跑时间，没让我真成个生娃机器。我心里正犯嘀咕呢，就发现他身子缩得飞快，一下就缩成了1-2米长。我那个大哥总是喜欢打着冠冕堂皇的名义去绑架他人，我就看不惯他这副道貌岸然虚伪的样子，于是我经常和他作对。他想要让你和他诞下皇子，我偏不让他如愿。他絮絮叨叨说着话，我没有回答，身形还在快速缩小，气息也正在流失。小灵蛇，我如果等下死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我警惕地说道。什么忙？带我回我出生的地方下葬，那地方鸟语花香，有数不尽的红花，就当帮我一次好不好？虽然我看不惯皇兄行为，但从某种程度上我也算帮了你，你说是不是？就算你回报一下如何？我有些纠结，就当是做一件好事。他声音越发微弱，断断续续。我住的地方在他也没管我答没答应，自顾自告诉了我地址。我这人心眼还是挺多，没敢立马凑到跟前去，干等了大概10来分钟，瞅着他确实没啥动静了，我这才上前检查了一圈，等确定他已经咽了气后，我死死盯着他的尸体。看在你的确也算是帮了一下我的份上，我就完成你的遗愿吧。我直接拎起他的尸体，飞快冲着他说的地儿跑。咱当蛇的鼻子可灵了，找他老家那是一找一个准。果然，等我赶到了地方，发现这儿到处生机勃勃，灵气简直多得要溢出来，漫山遍野全都是红花，真是好看的不像话。我随手把它往地上一扔，赶紧打量起周围的环境，使劲闻着这儿的空气，每吸一口，我这肺里头都觉得力气长了不少，修行底子好像都变厚了。这真是个修仙的好地方。正当我美得不行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声音响了起来。怎么样，小灵蛇？喜欢这个地方吗？这声音突然间响起来，我心里咯噔沉了一下，下一秒觉得脖子一阵疼，扭头往后边那么一看，就瞧见本该躺下的银蛇已经死死缠住我脖子，还冲着我猛地咬一口，一股子麻劲瞬间传开，我感觉脑子都开始乱了。蛇王的声音又传了过来：小灵蛇，该是你报答我的时候了。迷糊间，我也反应过来了，我这是掉进他的坑里了。慢慢的，我这腿也站不稳，直接冲着地上就倒过去，脑子里变得是越来越乱。但我能清楚地感觉到，蛇王正一点点缠上我的身子。不行，我不能被这个混蛇占了便宜。就在我即将失去意识的前一刻，我化成了蛇形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往蛇王的7寸咬去。瞬间，一股新鲜的血液进入我口中，蛇王很快有了反应，拼命的想要将我甩开。小灵蛇，你放开我！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我才松开了他。蛇王死死瞪着我，你敢对我下死手？是你先算计我的。刚才那种情况，如果我不出手的话，那就只有被他欺负的份了。蛇王愤怒地嘶吼了一声，想要反击，但身体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。这下他真的是一命呜呼了，但我也随之倒了下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置身在一处瀑布前，这瀑布起码有100丈高，气势磅礴。你醒了。一道熟悉的声音缓缓落入耳朵，我回头看去，只见蛇皇盘坐在不远处的一块巨石上，微风吹拂着他的头发，那双原本透着寒光的眼睛，不知为何在此刻莫名让人觉得有些温柔。只是一想到他本体的样子，我心里还是忍不住有些恐惧。是你救了我。蛇皇语气淡淡的，昨天恰好经过那里，看到你晕倒在地，就随手带你回来了。对我的态度似乎也冷漠了许多。难道他是在欲擒故纵，想让我对他放下警惕，然后再跟我完成交配？虽然你救了我，但你休想因此让我成为你繁衍后代的工具。我态度决绝地说道。蛇皇淡淡看了我一眼，磁性的嗓音再次传来：不会，蛇王已经死了，我暂时不需要繁衍后代。我一愣，为什么蛇王死了，他就不着急繁衍后代了？大概是看出了我心里的疑惑。蛇皇心术不正，我担心没有子嗣可以继承大统，到时候蟒蛇一族就会消亡。现在他死了，我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。说起来，我还得谢谢你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问题。原来如此，不客气不客气。话说你不是还要经历雷劫吗？万一扛不过去，不是照样没有子嗣可以继承大统？话一出口，我就意识到这么说似乎有些不太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在咒他呢。听天由命吧，我已经不强求。蛇皇缓缓闭上了眼睛，你随时都可以离开这里。听到可以离开这里，我自然是马不停蹄地走了。蛇皇虽然不会强迫和我交配了，但待在他身边，我总归有些不安心。一口气跑出了几里地后，我才暗暗松了口气。但是很快我又犯了难，我现在是蛇，自然是不能回到人类世界了。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无家可归的小可怜。我想了想，决定去昨晚上那个地方，因为那里灵力充沛，可以助我修行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都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，除了偶尔出去觅食，日子过得很是自在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由于潜心修炼，导致雷劫提前了。晚上刚觅食回来，晴朗的夜空突然间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一道天雷毫无征兆地劈在了我面前。
我面前的石头瞬间被劈成了粉碎。我惊慌失措的想要躲起来，但天雷追着我劈，根本无处可躲。很快一道天雷劈在我的后背上，我瞬间感觉全身就像散架了一样，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可天雷还是不断的落下。就我这点道行，根本就不足以抵抗天雷的威力。就在我绝望的躺在地上，眼睁睁看着第二道天雷劈下的时候，突然有只大手将我从地上拉了起来，然后将我护在了他怀里。我抬头看去，对上了蛇皇那双幽深如潭的眸子。怎么会是他？第二道天雷径直劈在了他身上。只见他眉头微微一皱，拉着我往深处跑去。但是第三道天雷接踵而至，我本能反应的想要推开他，这是我的雷劫，我不想让他替我承受。可是他的力气很大，我根本就推不开。情急之下，我只能化成了蛇形，蛇皇也跟着化成了蛇形，两条巨蛇交缠在一起，同时被第三道天雷击到了。随着三道天雷落下，雷声终于消失了，只是雨却越下越大。我和蛇皇同时化回人形，他替我挡下了最致命的一道天雷，以至于现在的脸毫无血色。你为什么要替我挡天雷？我不解地质问他。蛇皇声音十分虚弱地说道：我只是恰好路过。又是这个理由。上次我相信他只是路过，但这次我不信。行了，别说话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我送蛇皇回到了宫殿，本想离开，但身体实在是吃不消。就在蛇皇的安排下，在宫殿住了下来。房间清新雅致，桌子上还插着一束鲜花。林姑娘，你就安心在这里住下吧，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吩咐我。跟我说话的是个年轻小姑娘，我眨了眨眼，好奇地看着她问：你也是蟒蛇吗？不是，我是鹿。小姑娘回应道。我惊讶地看着她：你不怕被他们一口吞了？不会的。小姑娘淡然笑道：蛇皇有规定，不能滥杀无辜。这倒是让我挺惊讶的。我拉着小姑娘聊了会天，最后实在是撑不住，倒在床上睡了过去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身体已经舒服了很多，没有那种被人拆了骨架的痛感了。小鹿，你在吗？我轻轻地喊了一声：来啦！小鹿很快推门走了进来。林姑娘有何吩咐？我睡了多久？7天7夜。我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。不会吧？真的？期间蛇皇还来看过你。小鹿认真的点头回应。一想到我欠了蛇皇那么大一个人情，我就有些头疼。他怎么样了？都说钱债一还，人情难还。蛇皇已经没事了。他说姑娘若是醒了，想要离开这里，随时都可以走。不知怎的，我突然有些感动。他助我度过雷劫，却没有因此逼迫我留下。我脑子里顿时蹦出一个想法：如果有他这样的大佬罩着我，那我以后就不需要风餐露宿，还要时刻提防那些臭蛇的觊觎了。他在哪儿？我想见他一面，当面跟他道谢。我带你去见他。小鹿似乎很高兴的样子。小鹿带着我来到了蛇皇的房间。蛇皇正在房间里。小鹿小声说了一句便退下了。我刚想抬手敲门，进来吧。蛇皇的声音就从房间传了出来。我推门进去，脸上立马扬起了一个甜甜的笑容。蛇皇。等我看清蛇皇的脸后，发现他依旧脸色苍白，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。蛇皇抬起眸子瞥了我一眼，淡淡开出：你没事了吧？没事，谢谢你替我挡了雷劫，以示我的感激之情。我打算……我的话还没说完，蛇皇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有些期待地看着我。你打算什么？我打算认你为大哥。我嘿嘿一笑，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认我这个小妹。愿意。蛇皇脸上莫名闪过一丝失落，而后笑了起来。以后你可以自由出入本皇的宫殿。谢谢大哥。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你只管开口，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。我信誓旦旦地说道。当然，这当中夹杂了吹牛的成分，上刀山下火海，谁敢呀？蛇皇淡淡一笑。你的心意，我收到了。那你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出去。蛇皇点了点头。我立马溜出了房间。有了蛇皇的庇护，我在他的地盘都可以横着走了。那些原本对我有想法的蟒蛇，得知我成了蛇皇的小妹后，都不敢轻易靠近我了。不过住在宫殿的日子甚是无聊。有一次，我偷偷带着小鹿离开了宫殿，带她去了我之前住的地方。林姑娘，外面太危险了，还是赶紧回去吧。小鹿却没有被这里的美景吸引到，反而十分担忧。放心吧，这里很安全的。我之前一个人住在这里都没出过事。我开心地在花丛里奔跑，享受着这里的宁静。林姑娘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小鹿突然问了我这么一句，我立马停下脚步，诧异地看向他。什么？这地方灵气旺盛，对蛇来说是个修炼的绝佳之处。当时怎么可能就只有你一个人？小鹿的话倒是提醒了我，我住在这里那会根本就没有见过其他蛇类，甚至连其他的异类都没有看到过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在守护我？唉，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小鹿叹了口气说：小鹿，你不要说话只说一半呀。在我的追问下，小鹿终于告诉了我，蛇皇因为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里，几乎每天都会过来替我赶走了那些想要靠近我的蛇，所以我那回才没有受到那些蛇的骚扰。至于我经历雷劫那天，并非是他恰好路过，而是他算到了我的渡劫之日，一直在我身边守候着。没想到蛇皇为你做了那么多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蛇皇对任何一个雌性那么上心过。我皱着眉头。是他让你告诉我这些的吗？不是，
蛇皇让我不要告诉你，但我不想看他一个人承受痛苦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他替你挡下的那一道天雷，直接损耗了上百年的道行。小鹿叹了口气，似乎是在替蛇皇不值。我有些懵，这事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上百年的道行，相当于我欠了他一条命，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今天晚上就是蛇皇的雷劫了。小鹿欲言又止，目光复杂的看着我。本来他还有机会扛过去，但现在……听到这话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去救蛇皇。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宫殿，却没想到此刻宫殿外面围了不少的蟒蛇，那些蟒蛇全都不怀好意的盯着我看。我骂骂咧咧道：“再看把你们的眼珠子挖下来！”小灵蛇，你得意不了多久了。今天晚上就是蛇皇的雷劫了。听说他为了救你，损失了上百年的道行，我估计这雷劫他是扛不过去了。没了蛇皇的庇护，我看谁还能护着你？到时候小灵蛇就是我们的了。我气得直接现出了原身，但不知为何，我身体里突然涌出了一股异样的感觉。不是吧，在这关键时刻发情了？我想要压制这股感觉，可身体根本不受控制，浓烈的荷尔蒙气息萦绕着那些公蛇，一个个都蠢蠢欲动了起来。看来小灵蛇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投入我们的怀抱了。小灵蛇，其实我们也不错的，与其在一条蛇身上独乐乐，还不如跟众多蛇在一起众乐乐，岂不快哉？那些公蛇不停地调侃着我，我怒吼一声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将站在最前面的公蛇一口吞了下去。没一会的功夫，公蛇就进入了我肚子。好久没有吃得这么饱了。其他公蛇反应过来后想要攻击我，但很快第二条公蛇被我侵吞入腹。自从我度过雷劫后，实力突飞猛进，体型也比之前大了很多。普通的蛇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就在我发狂想要吞第三条公蛇的时候，蛇皇出现了，他100米长的身体挡在我面前，冲着那些公蛇警告了一句：“本皇还活着，轮不到你们在这里撒野。”话落，他一尾巴扫过去，那些公蛇直接被扫飞了出去。看着雄性荷尔蒙爆棚的蛇皇，我忍不住缠了上去。虽然我的体型和他相差甚远，但缠在他身上的感觉十分有安全感。蛇皇恢复了人身，一双清澈的眸子紧紧盯着我。你怎么了？我也恢复了人身，凑近蛇皇，有些难为情的开口：“我想，突然很想，怎么办？”这种时候真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。我带你去瀑布。蛇皇拉着我往瀑布走去，我以为他会满足我现在的需求，结果到了瀑布那边，他直接将我扔进了冰凉的水里。几十米长的身体在这上百米深的水中，完全没了陆地上的那种压迫感，凉意很快浇灭了我身体里的感觉。等我从水里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恢复了正常。蛇皇朝我伸出了手。没事了吧？我抬起手，任凭他将我拉上去。刚才明明是绝佳的时机，你为何偏偏不对我下手？他碰触我身体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他也是有反应的，这让我有种脱光了站在他面前也不能勾起他欲望的错觉。因为我不想你后悔。这和绝世好男人有的一拼。其实抛开他的身份不说，他长得确实很帅，能有这样的伴侣其实也不错。蛇皇平静地看着我，语气里却带着一丝担忧。今晚上我若是不能扛过雷劫，你就尽快离开这里。他帮我扛过了雷劫，我自然也要帮他。我是不会走的。到了晚上，蛇皇突然不见了，他大概是不想牵连到我。我找遍了所有他可能会去的地方，但都没有看到他。最后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喊上小鹿。小鹿着急地带着我，蛇皇一定在瀑布那边，往瀑布走去。小鹿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边我已经找过了，他应该是设置了结界，让你无法看到他。我跟着小鹿回到了瀑布这边，果然我感受到了蛇皇的气息，虽然很微弱。蛇皇你在哪儿？快出来！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可就生气了。说话间，天空已经电闪雷鸣，我越发的着急起来。蛇皇，在我的呼唤声中，天雷滚滚而下，我惊呆了，这比我当时的雷劫要迅猛多了。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了蛇皇所在的位置，天雷劈下的地方正是他的所在。我冲破结界后，果然看到了蛇皇。蛇皇正在奋力抵抗天雷，但身体明显已经承受不住了。我来帮你！我化成蛇形围在了他身上，想要帮他减轻痛苦。快走，数10道天雷不是你能承受的。蛇皇着急地看着我，数10道天雷，这老天爷是想吃烤蛇肉吗？我不走。蛇皇见我态度决绝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最后也化成蛇形，将我紧紧护在身下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感觉心跳加速，忍不住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蛇皇眼中闪过一丝惊愕：“你刀山火海我都要陪你。”天雷如同愤怒的银龙，一道接一道狠狠砸落，每一道都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力。蛇皇将我紧紧护在身下，他100米长的黑色巨躯被天雷劈得鳞片翻飞，焦黑的痕迹迅速蔓延，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。我能清晰感受到他身体的颤抖，却依旧死死不肯松开缠绕着我的身躯。我心疼的厉害，拼命的运转，体内阴红散散和灵蛇体质积攒的灵力源源不断输送到他体内，那些灵力化作温暖的光流，试图修复他受损的经脉和鳞片。第4道天雷落下时，蛇皇发出一声沉闷的痛哼，身躯猛地一震。我看到几滴金色的血液从他嘴角滑落，那是蛇皇修为高深的象征，如今却因护我而受伤。我越发坚定了陪他共度难关的决心。小灵蛇，再不走你会被天雷劈得魂飞魄散。
蛇皇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痛苦，却依旧在为我担忧。我把头埋在他冰凉却坚实的鳞片上，用蛇信子轻轻舔舐他的伤口。我不走，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起死。这话不是一时冲动，是我此刻最真切的想法。他为我付出了那么多，我不能在他最危险的时候弃他而去。第5道天雷来得更加迅猛，带着刺眼的白光，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劈开。蛇皇突然将我往身下压得更紧，同时猛地仰头探出一口金色内丹，内丹在他头顶旋转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形成一道坚固的防护罩。天雷狠狠砸在防护罩上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，防护罩剧烈摇晃，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纹，内丹也暗淡了几分。蛇皇的气息瞬间萎靡下去。我知道他为了抵挡这道天雷，耗费了巨大的本源之力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觉到额头上的灵蛇印记发热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从印记中涌出，顺着我的经脉传遍全身，我的身躯开始暴涨，原本数十米的长度瞬间突破100米，鳞片变得更加金黄璀璨，散发着神圣的光芒。我居然在天雷的淬炼和灵蛇印记的觉醒下，突破了修为，达到了蛇族罕见的灵圣境界。蛇皇感受到我的变化，眼中闪过一丝震惊，随即化为深深的欣慰。好，既然你执意要陪我，那我们就并肩作战。我和蛇皇的巨躯紧紧缠绕在一起，金色与黑色交织，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我运转刚觉醒的灵圣之力，与蛇皇的力量融合，共同注入那枚摇摇欲坠的内丹，防护罩重新变得坚固起来。第6道、第7道、第8道，天雷接踵而至，每一次撞击都让我们气血翻涌，鳞片不断脱落，鲜血染红了身下的土地。但我们始终没有松开彼此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一定要扛过这雷劫。就在第9道，也是最猛烈的一道天雷即将落下时，一道阴恻恻的声音突然响起：皇兄，没想到你为了一条雌性蛇，竟然不惜损耗本源，真是愚蠢至极。我循声望去，只见不远处的山峰上站着一个穿着黑袍的男子，他身边跟着一群气息邪恶的蟒蛇，为首的正是之前被我咬中7寸、假死算计我的蛇王。不对，他明明已经被我咬死了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蛇皇也认出了他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。蛇明，你居然还没死！当年你背叛蛇族，投靠魔蛇一族，我以为你早就魂飞魄散了。被称为蛇明的黑袍男子冷笑一声：皇兄，你还是这么天真。当年若不是魔蛇大人出手相救，我确实活不成。但现在我回来了，不仅要夺回蛇族的控制权，还要亲眼看着你死在雷劫之下。说着，他抬手一挥，身边的魔蛇们纷纷化作本体，朝着我们这边冲来。他们身上散发着浓郁的魔气，显然是想在我们抵挡雷劫的关键时刻给我们致命一击。蛇皇怒喝一声：卑鄙小人，我来拦住他们，你专心抵挡雷劫。不行，我怎么能让你独自面对？我刚想开口，蛇皇已经松开一部分缠绕我的身躯，尾巴猛地一甩，将冲在最前面的几条魔蛇抽飞出去，金色的血液再次喷洒而出。第9道天雷终于落下，这道天雷比之前所有的加起来还要强大，带着漆黑的魔纹，显然是被蛇明引来的魔雷。蛇明哈哈大笑：皇兄受死吧！这魔雷不仅能毁天灭地，还能腐蚀你的修为，我看你这次怎么躲。蛇皇脸色凝重，但眼神依旧坚定。小灵蛇抓紧我，我们一起冲过去。我死死缠绕着他的身躯，将全部力量都渡给他。蛇皇仰头长啸，金色内丹再次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与我的灵圣之力融合，形成一道金白相间的光柱，直直朝着魔雷撞去。剧烈的碰撞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，周围的山峰纷纷崩塌，树木化为灰烬。我和蛇皇被冲击波掀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。我感觉浑身骨头都要碎了，灵力紊乱，一口鲜血喷出。蛇皇的情况比我更糟，他的身躯布满了深可见骨的伤口，鳞片大面积脱落，气息微弱到几乎感觉不到。蛇明带着魔蛇们缓缓走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。皇兄，没想到你竟然能扛住魔雷，不过现在你已经是强弩之末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还有你这条不知死活的小灵蛇，等我杀了皇兄，就把你抓回去好好享受。蛇明伸出手，一道漆黑的魔气朝着蛇皇射去，我心中大急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倒在蛇皇身前，魔气狠狠击中我的胸口，我感觉一股冰冷刺骨的力量侵入体内，经脉瞬间被腐蚀，一口黑血喷出，意识开始模糊。小灵蛇！蛇皇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，他挣扎着想要起来，却无能为力。蛇明见状得意的大笑：没用的，这是魔蛇大人的腐骨魔气，沾上必死无疑。皇兄，你就看着你的小情人慢慢死去吧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额头上的灵蛇印记突然爆发出万丈金光，一股纯净而强大的神圣之力从印记中涌出，瞬间驱散了体内的腐骨魔气，经脉被快速修复，甚至比之前更加坚韧。我的身躯再次发生变化，金色的鳞片上浮现出复杂的灵纹，头顶生出了一对小巧玲珑的金色龙角。我竟然在生死关头再次突破，化作了玲珑形态。蛇明看到我的变化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。这怎么可能？灵蛇怎么会进化成玲珑？这不可能！我缓缓站起身，金色的玲珑身躯散发着威严的气息，腐骨魔气对我再也没有任何作用，反而被我身上的神圣之力净化。蛇明，你这个叛徒，
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我怒吼一声，龙啸震彻天地，周围的魔蛇们吓得瑟瑟发抖，纷纷后退。蛇明脸色铁青，色厉内荏地喊道：“不过是进化了而已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魔蛇们，给我上，杀了他们！”但那些魔蛇被我的龙威震着，根本不敢上前。蛇明见状气急败坏，亲自化作一条巨大的黑色魔蛇，朝着我扑来。他的身躯上布满了魔纹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息。我毫不畏惧，摆动着玲珑身躯迎了上去。金色的龙爪带着神圣之力，狠狠抓向蛇明。蛇明想要躲闪，却被我身上的灵纹束缚，动弹不得。龙爪狠狠抓在他的7寸位置，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黑色的血液喷涌而出。我没有给他任何机会，龙嘴一张，喷出一道金色的龙息，龙息带着净化一切邪恶的力量，瞬间将蛇明的身躯包裹。他在龙息中痛苦挣扎，身躯不断被腐蚀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没用多久，蛇明的身躯就化为了一滩黑色的脓水，彻底消失不见，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。解决了蛇明，我立马回到蛇皇身边，他的气息越来越微弱，再不救治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我将额头的灵蛇印记贴在他的伤口上，源源不断的输送着神圣之力。同时，我想起了之前蛇王，也就是蛇明的弟弟，带我去的那个红花遍地的地方，那里的灵气极为浓郁，或许能救蛇皇。我小心翼翼地卷起蛇皇的身躯，化作人形，带着他朝着那个地方飞去。小鹿也跟在我身边，一脸担忧。很快我们就回到了那个鸟语花香、红花遍地的地方，这里的灵气果然更加浓郁了。我将蛇皇轻轻放在地上，让他吸收这里的灵气，同时我运转神圣之力，配合这里的灵气为他疗伤。小鹿在一旁为我们护法，时不时采摘一些珍稀的灵草递给我，让我用来辅助疗伤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蛇皇的气息逐渐稳定下来，伤口也在慢慢愈合，鳞片开始重新生长。7天后，蛇皇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，他的眼神比之前更加深邃，也更加温柔。小灵蛇，我还活着。是啊，你活着，我们都活着。我激动的眼泪都流了下来，用力点头。蛇皇化为人形，虽然脸色还有些苍白，但精神已经好了很多。他伸手轻轻擦拭掉我的眼泪。傻瓜，哭什么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要不是你，我这次肯定活不成。说着，他将我紧紧拥入怀中，这个拥抱温暖而有力，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我靠在他怀里，感受着他的心跳，心中满是幸福。蛇皇告诉我，蛇明当年为了争夺蛇皇之位，背叛蛇族，投靠了魔蛇一族，修炼了邪门的魔功。当年蛇皇为了清理门户，追杀了他很久，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没想到他竟然还活着，还引来魔雷，想要趁机夺取蛇族的控制权。幸好有我，他才能化险为夷。经过这次雷劫和蛇明的叛乱，蛇皇的修为不仅没有下降，反而因为吸收了魔雷的力量和我的神圣之力，突破到了蛇龙境界，离真正的化龙只有一步之遥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和蛇皇一起留在这个红花遍地的地方修炼，这里的灵气浓郁，加上我身上的神圣之力和蛇皇的蛇龙之力，我们的修为都在快速提升。小鹿也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修炼方法，修为日益精进。期间，蛇族的一些忠心耿耿的长老也找到了我们，他们得知蛇明已经被消灭，蛇皇成功渡劫，都十分高兴，纷纷表示愿意继续追随蛇皇，重建蛇族。3个月后，蛇皇的修为彻底稳固，我们一起回到了蛇皇宫殿。那些曾经跟随蛇明的魔蛇余孽，得知蛇皇归来，纷纷吓得四散而逃。蛇皇下令清理蛇族内部的叛徒，整顿蛇族秩序。我则在一旁辅佐他，利用自己的玲珑之力，净化蛇族内部残留的魔气，让蛇族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生机。蛇族的族人们都十分感激我，尊称我为玲珑大人。蛇皇在整顿好蛇族后，举行了盛大的仪式，正式向6界宣布我是他的王后。6界各族得知蛇皇不仅成功渡劫，还突破到了蛇龙境界，而他的王后更是罕见的玲珑，都纷纷前来祝贺，送上了珍贵的贺礼。狐族送上了能增强神魂的9尾莲，狼族带来了最锋利的龙鳞甲，熊族献上了万年人参，就连一向与蛇族不和的鹰族也派来了使者，表示愿意与蛇族结盟。婚后的日子幸福而甜蜜，蛇皇对我宠爱有加，几乎满足我所有的要求。他会带我去蛇族最美的秘境，那里有五彩斑斓的珊瑚、清澈见底的泉水，还有会唱歌的灵鸟。他会亲自为我采摘最鲜美的果实，为我弹奏蛇族古老的乐曲。闲暇时，我们会化为人形，依偎在桃花树下，聊着彼此的过往，憧憬着未来。小鹿也成了我的贴身侍女，我们就像亲姐妹一样无话不谈。半年后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。蛇皇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欣喜若狂，几乎每天都寸步不离地守着我，为我调理身体，传授我安胎的法门。蛇族的长老们也十分重视，每天都会送来珍稀的安胎灵草。整个蛇族都沉浸在即将迎来小少主的喜悦之中。随着肚子一天天变大，我身上的灵气也越来越浓郁，腹中的孩子似乎继承了我和蛇皇的全部优点，不仅有玲珑的神圣之力，还有蛇龙的强悍体魄。然而就在我怀孕8个月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蛇明当年投靠的魔蛇一族得知蛇明已死，蛇皇实力大增，还即将有子嗣，心中十分忌惮，于是派出了大量的魔蛇，想要趁我生产之际偷袭蛇族，夺取我的孩子。因为他们认为我的孩子继承了玲珑和蛇龙的血脉，若是能将其抓住，炼化其血脉，就能提升魔蛇一族的实力，甚至称霸6界。那天晚上，天空乌云密布，没有一丝月光，无数的魔蛇在魔蛇王的带领下悄悄潜入了蛇皇宫殿，他们身上散发着浓郁的魔气，想要暗中突袭，但他们没想到蛇
蛇皇早就料到魔蛇一族不会善罢甘休，提前布置了层层结界。魔蛇们一进入宫殿就被结界发现，警报声瞬间响起。蛇皇立马化身蛇龙形态，带着蛇族的将士们迎了上去。我则在小鹿和一众侍女的保护下，躲进了宫殿最安全的密室。密室之外，战斗打得十分激烈。魔蛇王的实力极为强大，已经达到了魔蛇皇的境界。他化作一条巨大的黑色魔蛇，身躯上布满了诡异的魔纹，口中喷出黑色的魔焰，所到之处草木皆枯。蛇皇与他展开了激烈的厮杀，蛇龙与魔蛇皇的碰撞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，整个宫殿都在摇晃。我在密室内虽然安全，但心中十分担忧蛇皇的安危。腹中的孩子似乎也感受到了外面的危险，不断地踢着我的肚子。就在这时，密室的门突然被打破，一条体型庞大的魔蛇冲了进来，它的目标显然是我。小鹿见状，立马化身鹿形，用鹿角挡住了魔蛇的攻击。小鹿，你快带着王后走，我来拦住他。旁边的几个蛇族侍女也纷纷化身本体，朝着魔蛇扑去，但他们的实力与这条魔蛇相差甚远，很快就被魔蛇咬伤倒在地上。小鹿也渐渐体力不支，被魔蛇一尾巴抽飞出去，口吐鲜血。我知道我不能再躲了，我缓缓站起身，化身玲珑形态。虽然怀孕在身，实力有所下降，但我绝对不能让魔蛇伤害我的孩子。我朝着魔蛇怒吼一声，玲珑的威严让魔蛇微微一滞。我趁机发动攻击，金色的龙息喷向魔蛇。魔蛇想要躲闪，却被我提前布下的灵纹束缚，龙息狠狠击中他的身躯，他发出一声惨叫声，却被净化了一部分，但他依旧没有死去，反而变得更加狂暴，朝着我扑来。我与魔蛇缠斗起来，因为怀孕，我的动作有些迟缓，不小心被魔蛇的尾巴击中，腹部传来一阵剧痛，我心中一紧，担心孩子会有事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蛇皇冲了进来，他看到我被魔蛇攻击，眼中闪过一丝滔天怒火。蛇民已死，你们魔蛇一族还敢来犯？今天我就让你们全军覆没！蛇皇的蛇龙身躯猛地暴涨，一口咬在魔蛇的7寸，魔蛇瞬间失去了战斗力。蛇皇甩动尾巴，将魔蛇狠狠砸在墙上，魔蛇化为一滩脓水。解决了这条魔蛇，蛇皇立马来到我身边，焦急地问道：小灵蛇，你怎么样？孩子没事吧？我摇摇头，忍着腹部的剧痛。我没事，孩子也没事。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蛇皇叹了口气，说着：魔蛇王十分狡猾，刚才趁我不注意，打伤了我的几个长老，现在已经带着一部分魔蛇逃了。不过我已经派人去追了，一定不会让他们跑掉。他轻轻抚摸着我的腹部，眼中满是心疼。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你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腹痛，看来孩子要提前出生了。小鹿见状，立马说道：王后快躺下，我来帮你接生。蛇皇也变得十分紧张，紧紧握着我的手，不断安慰我：小灵蛇别怕，我在。很快，密室里就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啼哭。小鹿抱着孩子，满脸喜色地说道：恭喜蛇皇，恭喜王后，是一对龙凤胎。男孩继承了蛇皇的蛇龙血脉，女孩继承了王后的玲珑血脉，都是天生的强者。蛇皇看着两个孩子，眼中满是喜悦和宠溺。他小心翼翼地接过男孩，男孩闭着眼睛，小脸上带着淡淡的红晕，身上覆盖着细密的黑色鳞片，额间有一个小小的蛇龙印记。我抱着女孩，女孩长得十分可爱，皮肤白皙，身上有淡淡的金色光晕，额间有玲珑印记。两个孩子都十分健康，哭声响亮，充满生命力。就在我们沉浸在喜悦之中时，外面传来了好消息，追击魔蛇王的将士们已经成功将其抓获，并带回了宫殿。蛇皇下令将魔蛇王押到广场，公开处决，以儆效尤，同时彻底清理魔蛇一族的残余势力，永绝后患。第二天，蛇族广场上人山人海，各族的首领都前来观刑。魔蛇王被押上断头台，他依旧不肯低头，眼神怨毒地看着我和蛇皇。蛇皇冷笑一声：魔蛇一族作恶多端，残害生灵，今日你的下场是咎由自取。说完，他抬手示意，刽子手手起刀落，魔蛇王的头颅落地，黑色的血液染红了断头台。各族首领见状，无不心惊胆战，纷纷表示愿意臣服蛇族，归顺六界秩序。处理完魔蛇王的事，蛇族举行了盛大的庆典，庆祝小少主和小公主的降生。六界各族都送来的厚重的贺礼，整个蛇族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。我和蛇皇给男孩取名为墨尘，寓意着蛇族的星辰，未来的领导者；给女孩取名为锦瑶，寓意着玲珑的珍宝，掌上明珠。墨尘和锦瑶自幼就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。墨尘继承了蛇皇的强悍和沉稳，小小年纪就拥有强大的力量。锦瑶继承了我的神圣和灵动，能操控纯净的灵气，净化一切邪恶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墨尘和锦瑶渐渐长大，蛇皇开始教导墨尘如何治理蛇族，如何守护六界，我则教导锦瑶如何运用玲珑之力，如何帮助弱小。小鹿也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，成为了锦瑶的师傅，教导他各种礼仪和法术。蛇族在我和蛇皇的治理下日益繁荣昌盛，与六界各族和睦相处，再也没有了纷争和战乱。龙门之下锦鲤跃动，蛇族秘境，灵草遍地，六界一片祥和。我和蛇皇偶尔会带着墨尘和锦瑶去那个红花遍地的地方，那里依旧鸟语花香，灵气浓郁。我们一家人坐在花丛中，
看着孩子们嬉戏打闹，蛇皇会为我弹奏古老的乐曲。我靠在他肩头，听着琴声，闻着花香，心中满是幸福。想起当初雾石红伞伞被无数凶蛇追逐，被蛇皇强迫，蛇名算计，经历了无数的危险和磨难，但幸好我遇到了蛇皇，他为我遮风挡雨，为我付出一切，而我也在一次次的危机中成长，最终收获了幸福。如今墨尘已经能够独当一面，成为了蛇族的少主，受到族人的爱戴。景瑶也成为了6界闻名的玲珑公主，经常帮助各族解决困难。我和蛇皇则渐渐退居幕后，偶尔指点孩子们一二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们会化作人形，游历6界，欣赏各地的美景，品尝各地的美食，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。那些曾经的苦难和危险，都已化作过眼云烟，在心中的只有珍惜和感恩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我和蛇皇坐在桃花树下，看着不远处嬉戏的墨尘和景瑶。蛇皇握住我的手，温柔地说道：“小灵蛇，谢谢你，让我拥有了这么幸福的生活。”我笑着靠在他怀里。应该是我谢谢你，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风吹过桃花纷纷落下，落在我们身上，落在孩子们的身上，画面温馨而美好。我知道这份幸福会一直延续下去，我和蛇皇还有我们的孩子会一直守护着这份和平与美好。6界之内再也没有纷争，再也没有苦难，只有祥和与安宁。而我们的故事也将作为一段传奇，在6界之中代代相传，成为永恒的佳话。